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。兄台好雅兴，这酒我们可以喝，但马车上的东西你可得留下。哦，你们可知道这辆马车里头装的是什么？哼，不外乎金银财宝。你们这样说，倒也未尝不可。少废话，乖乖的把东西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这大雪天的，你们跟了我一路，实在是过于辛苦。但是你们要的东西，注定是拿不到。我想，还是请你们喝了这杯酒，然后。今日，派你们来的人，或许没有告诉你我究竟是谁。这趟镖，不是你们这种小角色能够动得了。你是蜀中唐门的人。撤！师尊这次托我运的是什么？这一路上竟引来这么多的高手。谁？雪月城唐莲。你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们还会再见的。站住！真是个奇怪的人，白发御剑，轻功卓越，怎么从未听师尊提起过江湖上还有这样的高手？雪也太大了，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消的。还好我的马是千里挑一的神骏，不然咱们都得被这场雪给埋了。不，你这一路都在说你的马好，你是卖马的吗？少废话，进去生个火。装模作样。哎。刚刚有人生过火呀！哦，太好了，这下方便了。我还怕那柴火太湿，怎么都点不着呢。莫非只是两个寻常的赶路人？快点！刘杰，哎，你说带我去雪月城，可这一路上你已经走错2次方向了。你确定这次路是对的？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去雪月城，不过我发誓，这次一定是对的。他姓雷。莫非来自江南霹雳堂雷家？可是雷无杰这个名字，却从未听人说过。你属狗的吗？
闻什么呢？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？什么味道？是花香，蔷薇之香。蔷薇？这个天气会有蔷薇啊？这是蔷薇露的味道。蔷薇露出大邑、占城、爪哇，并且只有天启城的百花阁才有的卖。这儿怎么会有？想不到在此荒郊之地，还能遇到能识风雅之人。我苦求百花阁主多日，他才卖给了我这一瓶，却一下就被你闻了出来。风高月冷，姑娘要进来坐坐吗？不必了。这是越期笑送帖，明侯怒杀人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什么对了？他们二人就是越期和明侯，杀手榜上位列第9。除了霸占杀手榜上前8席的暗河组织之外，绝对是江湖上最厉害的杀人王组合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他们送了我们帖子，岂不就是要杀我们呀？你兴奋个什么劲儿？其实帖子是送给里面另一位朋友的，只不过我们的规矩就是接了帖子的都得死。所以今夜二位的命就都一同留在这儿吧。我接过你们的帖子，但我却没有死。敢问这位兄台？唐莲，所以我们这不又赶来杀你了吗？唐莲，你是唐莲，雪月城首席大弟子唐莲。哎，那这样说起来，你就是我的大师兄了。我雷无杰，我是从江南霹雳堂雷家堡来的。我也是雪月城的，小心！明侯天生不爱说话，所以他最讨厌话多的人。好大一把刀啊！你受伤了，你中的百香散也没有完全解，不然刚才那刀，下一刀你一定挡不住。这一刀我来挡。师兄为我挡了一刀，我也为师兄挡一刀。哦，小兄弟竟然也是雪月城的人，那杀了你也不算枉杀了。只是明侯的刀不轻一把，你先试试我的剑吧。树衣剑，他们二人的兵器倒是绝配。树衣剑、金具刀，能一晚上见识到这2样兵器的人不多。小兄弟，你可看好了。江南霹雳堂雷家火器天下第一，却没想到小兄弟的内力也如此惊人，竟能赤手握住我的树衣剑。哼，你的剑我见过了，可我的拳你还没见过呢。是雷门的无方拳，拳未到气先到，这小子有一手。
月影剑、防影术，都是绝等的杀人之术。再绝等的杀人之术，没有杀掉该杀的人，也是没有用的。我输了，刚才那局是你胜了。小兄弟说笑了，我们杀手没有输赢，只有生死。想不到初入江湖就能遇到这样的对手，生为无劫的幸运。这是雷家宝的火灼之术，怪不得他的头发会发红。月姬，我们走。喂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占尽上风，为何要离开？什么人的刀你都敢接，你有几条命够你这么玩的？你不是也会功夫吗？你怎么不去打呀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会武功了？不是，你在那客栈，你一挥手，门窗都齐刷刷的关上啊！傻子，这世上除了武功，还有一种技术叫激光，需要你来救。这也行？这位大哥，你在后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刚才有人偷偷溜进去了。我想那冥侯月姬也只是不想被人渔翁得利罢了。啊！哇！走吧。怎么了？咱们不是要找雪月城吗？如今雪月城大弟子就在眼前，不跟着他，跟着你下火。对啊，哎，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，只敢做些偷鸡摸狗之事。唐莲，你给我说清楚了，谁是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？报告大师兄。千洛，三师尊知道你来吗？你不会又是偷跑出来？谁说的？我就是出来游历江湖，恰好路经此地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看来还是偷跑出来的。我现在有任务脱不开身，只好传书给三师尊，让他把你领回去。唐莲，你敢？哎呦，大师兄！哼，不跟你玩了。刚才那位是司空千洛，姓司空，莫不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？正是我三师尊的女儿，雪月城的大小姐。哦，那还真是让人出乎意料。千洛这次是真的是有些过分了。你想做什么？听声音准没错，纯金的。纯金的？纯金的又如何？值大钱了。掐！掐！
素未谋面，你就这么相信我？我不是相信你，我只相信他。这一点我倒是认同你的判断，毕竟这家伙除了武功好，就没有脑子。骗人这种事，他确实干不出来。那你呢？我把我最好的2匹夜北马拿来给你拉货，你还不信我？师兄，别理他，他就是个马贩子。这一路上除了听他夸他马好以外，就没听过他说别的话。雷兄弟，你暂时没有拜入师门，师兄这2字，我想你可以不用叫得这么着急。哎，好的，师兄。所以你真的不知道这棺材里装的是什么？师尊并没有告诉我，他只是让我把它运到碧罗城的九龙门。另外，和我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千万不要试图打开这具棺材。撤！撤！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对这棺材更感兴趣了。千万不要对它感兴趣。我这一路上遇了10几波杀手，那么多人对里面的东西感兴趣，拥有它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所以你这一身的伤是那些杀手？只是月姬和明侯，其他的不过是一些……其实关于这黄金棺材的传闻，我倒是听过一些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别这样看着我呀！这种传闻已经在江湖上传开了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大致就是，有人从寒水寺运送黄金棺材去边境，棺材里装着的是数不尽的财富，还有足以称霸江湖的武功秘籍。你相信？原本我不信，直到我后来发现，运送这黄金棺材的竟然是雪月城大弟子唐莲。那又如何？其实像这种传闻能传遍江湖啊，自然是有人背后推波助澜。不过像明侯月姬这样的杀手，显然是做不到的。相信你也听说了，几个月前寒水寺忘忧大师的事情。我猜这棺材内8成就是忘忧大师的尸首。只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得到它？你究竟是谁？我只是一个消息比较灵通的客栈老板。所以我们到底要去哪儿？直奔九龙门吗？三顾城，美人庄。美人3顾：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，三顾倾我心。三顾城是前往碧罗城的必经之地，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商人经过这里，其中不乏1掷千金的豪客。而美人庄则是城内最大的销情窟，这里不仅是温柔乡，还是北离境内数1数2的赌场。可惜啊，雷无绝那小子还守着马车，不然真该带他来这儿见见世面。美人庄是这三顾城里最大的青楼，能来这里都是豪客中的豪客。他们的赌局太大，没办法用普通的金钱计算，所以这里的赌局都是用这种成筐的明珠。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如我们也去赌一局。哈，我可没有钱。怎么没有？咱们可是有一口纯金打造的棺材。闭嘴！我警告你，别打这个主意。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接头人的，必须丝毫不引人注意。是天明蕊。
不是莲吗？你不是说不能引起别人注意吗？可是现在你看看，整个美人庄，所有人都盯着我们呢。蕊，莲，距离你上一次来，已经过了16个月07天了。你就这么不挂念人家吗？你们一个叫蕊，一个叫莲，听起来还真像是一对老相好。真是个好看的少年郎。刚刚听公子说想要赌一局，美人庄今夜有一场千载难逢的赌局，要不要一起玩玩？我可没有钱。不，你一定很有钱。姑娘为何如此确信？寻常人看到如此庞大的赌场，早就瞪大了双眼；看到我这样的美人，早已迷了心神。但你却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，仿佛这样倾城的财富、倾国的美人，在你眼里都是稀松平常的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很有钱？蕊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你的接头人至今也没来，但东西已经准备好了。你要小心，这几天不断有顶级的杀手为了那件东西涌入三顾城，他们中有很多人不好对付。公子还想赌吗？我有一座山庄，名叫雪落，大概值10匣这样的珠子，不知姑娘可愿先借我一匹？好说。今日的美人庄被这位公子包下了，想赌的留下，不赌的就请先回吧。天女说笑了吧？区区2匣明珠就能包下美人庄？这位公子看上去有些面生，怕是不懂这里的规矩。天女怎么也糊涂了呢？糊涂？在家做错何事？好了，我也就是吓吓你。至于为什么吓你，我只是想让在场的人知道，这位公子的赌局不单是金钱局。莫非是生死局？没错。这生死局是什么意思？光听名字就知道了，输的人不光要留下钱财，还要留下性命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这么赌了？哼，这个小丫头，我知道你想要帮你的小情郎，但是你也要知道，仅凭这三顾城美人庄，镇不住这个场。是你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唐莲。不过这小丫头说的也对，愿意入局的留下，其余的人可以清场了。有趣，这些人连黄金棺材装的是什么都不清楚，还敢来凑这个热闹，聒噪！你没有让我失望，不过这种程度还是挡不住他多久。见过了这一场万树飞花，也不枉我假睡这么一场。无心师弟，师兄，
好久不见。在下想去一个地方，不知这位小友可愿陪在下一同前往？不想。口是心非。你干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看来这位小友也愿意一同前往，真是太好了。师弟，忘忧啊，你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12年前我就说过，你迟早会因为吴昕那小子遭劫，心中可曾后悔当年的决定？哼，你定然是不会后悔的。你曾经说过，希望在死之前能回这里看一眼。今天我就在这里祭奠你，愿你能够魂归故里吧。小色，咱们师徒也该见一面了。小色，要不咱们趁现在快跑吧？好啊，祝你好运。哎，那你怎么不跑啊？你也看见他的轻功了，你觉得咱俩跑得过他吗？那我就把他打晕了再跑。好啊，祝你成功。哎，那打也不行，跑也不行，堂堂7尺男儿，却要在这里做人质啊！我没说不能跑，但要找一个跑了之后能生存的地方。这荒无人烟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又身负重伤，万一迷路了，咱们俩都得祭天。哎呀，你这个德行啊，还真想不到你就是雷轰的弟子。你知道我师父？当然了，当年的雷门4杰之一，虽说是外门弟子，但年纪轻轻就凭借残本，还原出了早已失传的火灼之术。鼎盛之时，名声犹在如今的门主雷千虎之上。我师父很少跟我讲起关于他的事情，他总是喜欢一个人待着，要么看天，要么就看花。哎，你还知道多少关于我师父的事？都跟我说说呗。据说，雷门先祖曾举行封刀挂剑的仪式，立志要摒弃这武林中最常用的2种兵器，从而专注火器研制，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，名震江湖。可你师父违背祖训，改练剑，并融合了雷门火药，打造了一柄纱布剑。剑出之时，雷声炸响，火光滔天。他凭借此剑行走江湖，名声在外。最后败在了雪月剑仙李寒一的手上，从此销声匿迹。有人说他是回了雷家堡闭关，号称不入剑仙永不出关。还有人说，他因违背祖训，被门主雷千虎逐出雷门。那些都是谣传罢了，我师父才没被逐出雷门呢。他只是……不方便说就不用说了。我对雷门的隐秘不感兴趣，只要他没有被逐出雷门就好。
听你的语气，你还认识我师傅？不认识。那你怎么听说他的事像松了一口气的样子？他若是被逐出雷门，雪月城也好，雷家堡也罢，谁来帮他那个丢了纱布剑的傻徒弟还钱啊？你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为了那500两银子啊？哎，不对，你刚刚说什么？还钱？不，前面那句。丢了纱布剑的傻徒弟。纱布剑？哦，完了！我怎么能把纱布剑给弄丢了呢？为人不逊啊！你的伤怎么样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一运功就疼得不行。那白发仙的武功深不可测，我们能逃过一劫，已经算运气好了。是，这样说起来，还真是多亏了他呢。他们杀了我阿弟，我要把他们都杀了！阿弥陀佛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况且他还只是个孩子。阿弥陀佛。你这一路到底遇到了多少事啊？竟受了这么多伤。啊，没事，习惯了。啊，无禅师傅在那儿。关于吴昕，我还有一些问题想问他。等着。我看过一本书，上面说世上有神人，脚踏云雾，身着白衣，引路西风，能御风千里而行，与日月同老。说的就是他这样的吧？我也从未见过如此的轻功，真的就像御风而行一样，而且跑了那么久，也不见半分疲态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我们身为人质，却在这夸赞他，你说他听到之后会作何感想？二位小友，可不是我的人质。在下方才说了，想请二位同我去一个地方。马车上那么多人，你为何偏偏挑中我们二人？无非就是看中一个不会武功，一个身负重伤罢了。哦，身负重伤。在下不才，愿为小友效劳。你要替我疗伤？这一路还要靠二位多多相助，疗伤这小事，何足挂齿啊？不，这还是算了吧。
小友被白发仙的真气所伤，若是一运功，两股真气再次相冲，势必会伤上加伤。在下这就帮你将那道真气逼出。世上竟真有如此神奇的情况！我不会水啊！什么功夫，竟能让他人也凌波虚度？这与我无关，是他自己。雷无解自己。老和尚说，世间有人心有玲珑，可与自然相合，倒真没有骗我。攻城，还你了。感觉怎么样？酥酥的，麻麻的，哎，还有点舒服。雷门好歹也是江湖大世家，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小行货？哎，那个叫笨货，畜生，笨货。我乐意喊行，行货。哎，笨货，你可真念笨。我就念行，行货。笨货，行货。你怎么那么固执呢？善哉，善哉。原来吴昕是天外天大宗主叶鼎之的儿子，天外天压在北离的质子。正是。12年前，魔教发动战乱，是为了颠覆北离皇权。当年的护国大将军琅琊王带领北离三军、天启4守卫联合整个江湖的力量，这才打退了魔教。叶鼎之死时，吴昕只有5岁。如今12年锁山河之约期限已到，天外天也要将吴昕这个少主接回去。吴昕毕竟是魔教之子，身怀罗刹堂32秘籍，放虎归山，终是大患。大觉师父要在他返回天外天之前，除去他一身功夫，倒也合情合理。但愿他们真是这么想的。为什么要帮我们？在下方才不是说了，我想去一个地方，需要2位陪行。疗伤之事，不过举手之劳。这位大师，你武功这般神乎其技，去什么地方非要我2人